上一讲谈到丞相韦贤致仕得到了宣帝大手笔的赏赐。韦贤致仕之所以能得到这么多的优待，一个很有可能的原因是宣帝其实巴不得他老人家赶紧让位。也许韦贤正是因为看出了这一点，所以才积极主动起骸骨的。那么假如真是这样的话，宣帝到底为什么呢？原因很简单，要给魏相腾位置。韦贤虽然号称邹鲁大儒，有定策安宗庙之功，但宣帝在立太子之后，当务之急就是和霍氏家族耍权谋斗贵气。这种脏活累活显然不是韦老丞相能够胜任的。宣帝身边的首席谋士就是魏相，只有给魏相更大的权力，更少的障碍，宣帝在这一场险恶的政治斗争当中才能给自己多争取几分赢面。韦贤忽然主动起骸骨，宣帝恐怕大喜过望吧。韦贤致仕之后真的是颐养天年去了，一直活到82岁高龄。交代几句后话，韦贤有4个儿子，老大韦方山任职高秦令，职位不高，但这不是因为他能力不足，而是因为他死得太早。老二韦弘做到了东海太守2000石级别。老三韦顺没有做过官，留在家乡给父亲守墓。老四韦玄成因为学术水平高，和父亲一样做到了丞相。所以当地流传一句话，遗子黄金满盈，不如一金。意思是说给孩子留遗产的话，就算留1筐黄金，也不如留1卷儒家经典。换言之，知识比黄金更值钱。从韦贤一家人的生活状态，我们不但可以看到当时儒家知识分子的家庭生活样板，还可以看到独尊儒术之后，儒学知识是如何可以改变命运的。唐代的儿童14课本《蒙求》里有这样2句话：韦贤满盈，夏侯实践。这是拿韦贤和夏侯胜当典范，鼓励小孩子好好学习。再看宣帝这边，韦贤一走，马上安排魏相升任丞相，这个安排来得特别自然，完全看不出有什么处心积虑的努力。这是因为魏相当时的职位已经是御史大夫了。按照惯例，每当丞相的职位空出来，御史大夫就是第一顺序继承人。接下来的问题是，魏相接替了韦贤，该由谁来接替魏相呢？这个人选就更有讲究了。宣帝选的是才被任命为太子太傅的丙吉。我们知道魏相和丙吉是一对死党，丙吉对宣帝又有特殊感情。这样一来，在3公的位置上，张安世和霍光之子霍宇合起来相当于一个太尉。魏相和丙吉，一个是丞相，一个是御史大夫。张安世是霍光生前的好战友，左膀右臂，但他同时还是张贺的亲兄弟，因此也就是宣帝的半个亲人。丙吉呢，曾经也是霍光的好战友，所以丙吉的上位并不容易引起霍氏家族的怀疑。而且丙吉为人低调，在巫蛊之祸当中精心呵护宣帝的那段经历，他从来不讲，宣帝至今都不知道。人物关系这样一做梳理，显然霍宇客观上或多或少就是被边缘化了。丙吉既然做了御史大夫，空出来的太子太傅的职位就由原太子少傅叔广继任。叔广的侄儿叔寿补叔广的缺，做了太子少傅。参考《汉书》，叔广是春秋学的学术名家，原本在家里开办授课，名气很大，吸引了远方学子慕名而来。地方上有这样的人才，地方官呢就会按照程序推荐给中央。那叔广就是这样来到长安的。叔寿也是被推荐来的，原本任职太子家令。宣帝呢有一次来太子宫，叔寿做接待，言谈举止特别让宣帝满意，所以没有多久就拜他为太子少傅了。这样看来，叔广、叔寿这叔侄2人做了太子刘氏的老师，仅仅因为他们文化高、修养好，配得上，和政治斗争扯不上什么关系。这也就意味着叔广、叔侄对于宣帝而言，并不是真正苗红的自己人。当我们理解了这一层，就容易理解《资治通鉴》接下来的记载里，太子的外公平恩侯徐广汉为什么要多操一份心了。徐广汉认为太子年纪太小了，不妨让自己的弟弟中郎将许顺呢监护太子家。真是不能怪
徐广汉多虑，我们站在上帝的视角，已经看到霍皇后3番5次要对太子下毒。徐广汉作为太子的亲外公，即便对此一无所知，但在那个压力感十足的政治氛围里边，难免关心则乱，疑神疑鬼。从徐广汉这句话里，我们还可以留意到一个细节，那就是徐广汉的弟弟许顺已经官拜中郎将了。这不但是比2000石级别的高官，而且是皇帝的亲信，有一定的兵权。显然，宣帝正在努力丰满着自己的羽翼，一点点去和树大根深的霍氏家族相抗衡。宣帝呢，并没有马上做决定，而是去和叔广商量。叔广的回答是，太子是国家储君，老师和朋友必须都是天下英才，不应该偏心外公家。而且太子的班底现在按照标准都已经备齐了，如果再请许顺来做太子的监护人，这就显得太小家子气了，这可不是向天下人传扬太子美德的好办法啊。宣帝被说动了，但还是没拿定主意，又去请教魏相。没想到魏相听说了叔广的意见，竟然拿出了免官谢罪的姿态，盛赞叔广有见识，自己赶不上。于是因为这件事，叔广格外受到宣帝的器重。整件事里，徐广汉的担忧也好，宣帝的犹豫也好，叔广的见识也好，魏相的自叹不如也好，每一个人的每一种表现都特别耐人寻味，很有助于我们理解当时社会的政治格局。站在徐广汉的角度，女儿死得早，小外孙孤苦伶仃，没有娘，可不能再有一丁点闪失，只放心让自家人去保护，不放心让别人去保护。就算徐广汉一肚子脏心烂肺，也必须想到，就连自己这个平恩侯的头衔和待遇，都不是自己流血流汗挣来的，而只是小外孙太子身份的衍生品。更何况女儿已经死了，一旦小外孙有个3长2短，宣帝可还年轻着呢，将来被哪个狐狸精迷了心窍，自己一家人的荣华富贵就不一定还有保障了。话说回来，家天下的时代嘛，天下说起来都是刘家的，眼下其实就是宣帝家的，太子也好，自己也好，都是一家人，一家人必须抱团。站在宣帝的角度呢，当然心疼这个过早就失去了娘亲的孩子，但是请许顺做监护人这种事没有先例，一旦做了，会不会平地起波澜，反而引起霍氏家族的警觉呢？站在叔广的角度，会认为宣帝和徐广汉纯属关心则乱。没错，家天下的时代，天下确实就是你们家的，但无论是宣帝还是历任皇帝，是也不能大张旗鼓的把这事儿说明白吧。很多事情能做却不能说，你们呢心知肚明就完了，别张扬。需要张扬的一定都是冠冕堂皇的大道理。太子作为皇储，需要张扬的是他作为下一任天子领袖的身份和美德，因为他是属于天下人的，而不仅属于刘家和徐家的。一旦真的让许顺做了太子监护人了，宣帝和徐广汉的鸡贼嘴脸就相当于公之于众了，这样一来，人心还怎么可能凝聚呢？站在魏相的角度，自己一直以来是帮着宣帝跟霍氏家族夺权的，可想而知难度大，压力强，风险高。这样一来，做着做着，难免一切都鸡贼化了，就会忘记中央集权政治体制的常规秩序。在这种秩序里边，宣帝应该是众望所归的天子，太子呢是众望所归的皇储。再聪明的人陷入了权谋里边，见识不知不觉的就会浅了，格局呢不知不觉就会窄了。叔广讲出来的这个道理并不是什么惊人之见，以魏相的水平没可能想不到，但魏相竟然真没想到。那些和魏相一样又聪明又努力还特别敢下注的人，往往在自己投身的领域里沉浸其中，再也跳不出来，没法以旁观者清的视角在空中俯瞰自己。所以叔广这番话在魏相听起来大概不至于一记当头棒喝吧。就这样，叔广的一席话足以让宣帝和魏相警醒，当皇帝要有皇帝的格局，当丞相呢要有丞相的格局。汉家江山虽然真的是开国皇帝带着战友们打出来的，消灭了战友们之后也真的变成了家族产业，
但这个道理，皇帝一家人揣在肚子里就行了。为了治理的方便，绝对不适合表现出来。这种时候，格局就显得特别重要了。事有凑巧，马上呢就出现了另一起考验格局的事情。长安地区兵雹成灾，要知道魏相刚刚当了丞相，这场天灾就像是故意跟他作对，要给他一个下马威似的。那么魏相该怎么办？宣帝又该怎么办呢？时任大行成的萧望之适时地提交了一份奏书，说这场天灾是因为大臣一家一姓专权所导致的。萧望之虽然没有指名道姓，但把话说到了这个程度，实在是相当于指名道姓了。也就是说，魏相刚刚当上丞相，什么事情都还没做呢，天灾绝对不是因为他而发生的。至于魏相的前任韦贤，虽然名义上是丞相没有错，但是在韦贤的任期之内，主持朝政的其实是霍光。政治是好是坏，其实不关韦贤什么事儿。如今霍光过世了，按说老天爷呀也没有必要出来鞭尸，但之所以发生雹灾，显然是因为霍氏家族在霍光死后继续把持朝政。这样的话，天下到底是姓刘还是姓霍呢？那么问题来了，以萧望之这样相当于指着霍氏家族鼻尖破口大骂的奏书，宣帝是怎么可以看到的呢？张安世和霍山联合领尚书事，张安世虽然可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但霍山怎么可能容得下这样的意见上达天听呢？不用问，这里边啊一定有蹊跷。我们下一讲再见。